第24章，一切待续。出了1号拍卖场，萧炎再次回到了鉴宝室，在那中年人敬畏的目光中，安静地垂手等待。半晌之后，一阵有些急促的脚步声自外传来，2道人影推门而入。哼，这位便是筑基灵业的主人吗？先生应该第一次来乌坦城吧？香风袭来，酥麻娇腻的轻笑声忽然的在萧炎耳边响起，让得他心间略微颤了颤，心头骂了一声妖精。萧炎将脸深入斗篷之中，目光微移向站在身旁的那红裙女人。近距离的接触，萧炎再一次领略了这女人的成熟妩媚，巧笑嫣兮的俏脸之上，一双水盈盈的狭长美眸，似乎无时无刻的在对男人释放着诱惑，目光不着痕迹地移过那修长优雅的玉颈，却是差点被那深陷的乳白沟壑给吸了进去。水蛇般的柳腰，摇曳之间诱惑天成，让人恨不得有种将之强行按在地上鞭挞的欲望。脸皮略微有些火辣，不过还好有着斗篷的遮掩，那亚妃也是看不清，当下强行压住心中的一念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而与此同时，药老的声音也是干涩的传出：拍卖成功了，把钱交给我吧，我还有事。似乎是有些诧异黑袍下主人的年龄，亚妃玉手掩着红唇，轻声笑了笑，胸前的一对丰满划起惊心动魄的弧度。轻笑了会，亚妃这才笑盈盈的道：烦请老先生再等等，一些手续还在办理之中。微微点了点头，萧炎不再开口，将目光从这女人身上移开，然后保持着沉默，望着面前这全身包裹在斗篷黑袍中的人影。亚妃黛眉轻轻皱了皱，看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容貌在这位神秘人面前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，当下无奈地撇了撇红润小嘴，目光隐晦地从神秘人身上扫寻而过，想要从一些细小之所分辨出后者的身份。扫视完毕，亚妃心头有些失望，目光与一旁的古尼大师触碰了一下，被齿轻咬着红唇，声音温柔的轻声询问：老先生，亚妃很少见到没有佩戴徽章的炼药师，不知道老先生尊姓？怎么，女娃娃来这地方还得自报身份不成？黑袍下药老淡淡的道：哼，亚妃只是好奇而已，老先生若是不想说，亚妃自然不敢强问。亚妃咯咯笑道，眼睛透过斗篷的边缘望着身旁的那对掩在紧身红裙中的雪白小脚，萧炎有些无奈，这亚妃能够成为米特尔拍卖场的首席拍卖师，自然不会是省油的灯。都说红颜祸水，乌坦城内窥视她美貌之人不知何几，可到今天却从没听说过谁真的达成过目的。虽说这其中不乏有特米尔拍卖场为后台的缘故，不过谁也不敢认为这女人只是个拥有美貌的花瓶。与这么一位精明的女人同在一起，萧炎几乎是有些如履薄冰，他可怕这精细如发的女人会发现些什么。不过还好有着要老出生抵抗，这不知道来头的老狐狸可不会受旁边这只妖精的半点诱惑。在药老有些冷淡的回话间，亚妃一直未能套出半点有用的话来，到的最后，这女人也只得放弃了念头，笑盈盈地取出一张贴身水晶卡，卡上会有特米尔家族的族徽。老先生，这是特米尔拍卖会的贵宾卡，只要先生持有卡片到特米尔家族的任何一家拍卖场，都将会受到贵宾待遇，同时拍卖所需要缴纳的税率也将会从 5% 降成 2%。 闻言，萧炎挑了挑眉头，相比与前面的一大通废话，他更喜欢这实质性的东西，当下略微沉吟，便是伸手接过了水晶卡片。望着那伸出黑袍的修长白皙手掌，亚妃眸中掠过一抹诧异，明明声音苍老干涩，可却拥有一双宛如少年般的干净手掌，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此时一名侍女从外跑进，将一张绿色卡片恭敬地递给了亚妃。老先生，筑基灵业拍卖出了4万金币的价格，扣去 2% 的税金，所余全在此处。亚妃微笑着将绿色卡片转递了过来。接过绿色卡片，萧炎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自己以后修炼的资本可都在这里啊，这些钱足以让自己安心修炼到斗者级别吧。既然钱已到手，萧炎也不想再停留，对着亚妃随意地摆了摆手，苍老的声音淡淡的道：我可以走了吧？哼，当然，老先生日后若是还需要拍卖什么丹药，
可得关照特米尔拍卖场哦。亚飞嫣然笑道：随意的应了一声。萧炎站起身来，头也不回地行出了这要人命的房间。望着萧炎消失的背影，亚飞俏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，黛眉轻蹙，走到桌旁，有些慵懒地靠在椅上，曲线毕露。古尼叔叔，他真是炼药师？略微沉默了一会，亚飞轻声问道：而且炼药术只会比我强，至少那2品的筑基灵液我是炼制不出来。古尼对着亚飞躬了躬声，叹息道：有药方都不行。眼眸微眯，亚飞红润的小嘴微翘，似是随意的道。听着亚飞这话，古尼脸色一惊，急忙道：药方是每个炼药师的命根子，小姐可千万不要去打他的主意，随意惹恼一位不知等级的炼药师，即使是特米尔家族也难以承受怒火。几十年前，当时闻名加玛帝国的切克家族就是因为想动丹王谷和药方的主意，最后愣是被人家请动4位斗王强者，将家族毁个干干净净。这是闹到最后，就是连加玛帝国皇室也不敢多加干涉。虽说现在我们家族的势力已经远超当时的切克家族，不过还是不要轻易得罪一些神秘炼药师为好。要知道，炼药师根本就是个毒蜂窝，只要你一捅，他立马能找来数不尽的朋友，而且也有很多强者非常乐意让一名炼药师欠他们一个人情。望着有些惊慌的古尼，亚飞无奈地揉了揉光洁的额头，苦笑道：古尼叔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打他的主意？你还真当亚飞这几年的历练白过了吗？我这不是提醒你吗？听着亚飞的话，古尼也是松了一口气，他可真怕这妮子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撇了撇小嘴，亚飞玉手托着香腮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炼药师还真是一群恐怖的人呢，可为什么自己就没这项天赋呢？